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6月30号的周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上周五纳斯达克指数再度刷新历史新高，标普500同步创新高至6173点，科技股领涨态势明显。本月纳指累计涨幅达到 6.1%， 创下自4月深 V 反转以来最强单月表现。那英伟达带着一众 AI 芯片、算力、云服务全线起飞。现在还有哪些股票还在低位，还有上车机会吗？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去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那纳指的话，现在呢是突破天花板到了新高，那么后续的话，它的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去分析一下现在还有哪些机会。我们会去看一下英伟达、AMD、MSTR 还有 Circle， 还有 SMCI 还有亚马逊。如果说 Lucy 还没有分析到的股票，但是你手里边有持仓的话呢，欢迎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把你最想听的哪只股票的一个深度分析呢，在评论区打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高点呢就来到了20311.51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之前的一个高点的一个连线的话，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箱体呢，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上周的周四和周五的2天呢是被突破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星期五的时候它是回踩了一下这个压力位，后续呢变成了支撑位，它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个拉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盘中呢是出现了一个微型的一个反转。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呢，其实纳指呢它还是一个这个平稳的一个运行。那么在这个午后啊，这个股价呢是出现了一个微型的一个反转，最低的时候是回打到了我们刚刚画的那个支撑线之后呢又拉起来。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走势呢，就是它回踩了一下这个支撑位没有破，那么进一步呢纳指的话它还会出现一个上行的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就 MACD 而言，现在是出现了2个绿色的一个柱子，我们看到柱体还在变大，所以说它上行的一个力度还算是有一些这个力度的，也就是说有一些资金呢它是推动了它的一个上涨。那么到目前呢，我们看到了现在比较明显的这个 K 线是黄色的 K 线。那之前呢 Lucy 也在这个内部的财生课程里面给大家讲，见到黄 K 的话就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因为我们有了标准。那么现在呢，我们财生朋友你就依照这个黄 K 的最低点呢去做一个防守就可以了。如果说它跌破的话，那你肯定要进一步减仓了。如果说它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一步的一个持有。在纳指观察的一个过程中的话，你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在目前为止呢，虽然我们的龙头引力呢一直是一个超买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它并没有出现这个龙线的一个流出。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提前预判这个龙线到哪里的话，那我教给大家，咱们的财生朋友他的一个最低点的话不要被跌破就好了。那如果说今天再来一个黄 K 的话，那我们就把低点上移到另外一根黄 K 的一个最低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纳指我们现阶段判断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周线上一个周呢，我是跟大家说这个黄 K 的话没有被跌破，那么我们继续还是会持有。而且呢上周我是提到了它会创新高，在上一周我们来看一下我当时是怎么讲的。那我们看到 Lucy 的盘前播报呢，这里会给大家看一下。那么首先呢26号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判了它逼近了一个前方的一个高点，那么本周极有可能突破压力位，创出历史新高。这是在周四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因为我们当时讲到了这个2个跳空缺口的一个过程。我们说这个其实当时出现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轮番拉动呢，就是半导体的话风头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像英伟达这样的股票的话，它都是创出这个历史新高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说多头的一个仓位呢是不超过50%的。那你空头的仓位呢暂时可以离场，周四的时候已经这个提到了。那么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我当时说纳指连续3天的一个跳空拉升，还是保持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本周突破新高。那不负所望，那周五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高点，这个出现黄 K， 我们的一个参考指标呢就更明确了。
那黄 K 不跌破的话就一直持有，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周线呢在今天收盘也会出现定格，那么一根阳线过压力位是强势突破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纳指，它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根阳线强势突破，所以说它是一个强势的。那我们就顺势去看纳指它今后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周线呢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 MACD 的一个筑体，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股价呢又一次来到了超买的一个过程，所以三彩童子已经出现了字，但是没有出现白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自己的仓位控制住。那么再往上行的话呢，给到我们的财生朋友呢都是以这个 call option 去参与的，所以这个就是纳指。那么接下来的话，今天一过就会出现月线，那月线的话到目前为止也算是一个新高了，而且它这个深 V 反转确实还是比较强的，这个也与之前Lucy 认为的这个探底其实是截然相反的，也能表现出纳指它的一个强劲的一个势头。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过掉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变成支撑位的话，它也许会回踩一下，然后进行上行，这样的话才更有利于纳指的一个突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的一个仓位不重呢，其实也不会影响太多，因为如果回踩的话，正是我们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纳指创新高的话，离不开英伟达的一个贡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最高点呢是来到了158块7毛1这个位置，而且呢，它轻轻松松的过掉了之前 Lucy 给大家画的153的一个压力位，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撑压互换的一个支撑位了。那么支撑位的话，现在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这个高点呢已经去掉了新高，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它下面的这些筹码呢基本上都是赚钱的，所以呢英伟达在这一轮的过程中拉升的话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吸引市场资金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如何判断它后续还能不能涨。那就在这个图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呢是机构资金控盘图。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多头的一个资金它的一个力度呢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已经到了非常这个强势的一个这个区间。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柱体呢，它是一直出现的一个上涨的，而且呢它是一天比一天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股价还是在上涨的话，它的一个上涨势头就还没有结束。所以说英伟达在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去做它的一个这个看空，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压力在哪里，是资金市场的资金决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呢只能以多头的一个思维来去看。那么我们多方的一个思维的话是逢低买入逢高卖出这样的一个这个低买高卖的逻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英伟达它现在呢就是距离5日均线呢还是有一点远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如果你想低吸的话，一定是要在5日均线附近去做低吸。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在一个龙头引力的一个超买区间，但是呢它还没有形成说资金流出，它也许会配合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控盘图来去一起看。如果说我们的一个资金控盘图出现了一个这个柱体变小的一个过程，那股价还在上升的过程呢，就会出现资金与股价背离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说明这个英伟达呢短期会出现调整。当然现在还没有出现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英伟达它现在还没有出现调整。所以说呢，有想跟踪这个英伟达走势的小伙伴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Lucy 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我们会在这个盘前呢会以文字的形式去关注一下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当然目前为止呢，英伟达如果你手里边有正股的话，其实呢就还可以稳稳的拿住。那如果说你手里没有的话，在这个过程呢，现在也不能去追了。那我们只能是刚刚 Lucy 讲过的，你只能靠低吸，所以我们要等一等它在这个153的这个位置呢是否这个出现支撑。出现支撑的话只能说等它回调的时候呢，在这个附近去低吸。那么这个呢是英伟达的一个操作策略。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 AMD 的话，就目前为止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周期从76块钱到143呢这个位置已然是翻倍了。那我们就近期的一个走势而言呢 AMD 的话，在这一天的一个位置的话，我们在财生内部的课程呢有给大家讲过，就是它来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而且呢它
通过5天的一个走势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突破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其实呢，我们从这个170日均线这个位置也能看出来，它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牛熊的一个分界点，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它连续9天呢走出了一个这个神奇9转，那目前为止呢，股价呢也出现了一个新高，也就是147块7毛5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其实黄 K 的话，现在是出现在第8天。那么第8天的话，如果从最低点来比较的话，其实第9天的话，它并没有出现跌破。所以这个位置到底是中继9还是高位9的话，现在呢，我们只要去参考这一个9就可以了。9的最低点呢是141块6毛3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看准了。有 AMD 的朋友们，你如果要是说这个股价呢，它跌破了141块6毛3这个位置呢，就短期我们波段呢就先出来。但是如果说它没有跌破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稳稳的拿着。AMD 的话，当时 Lucy 在这个内部的一个直播课程里面呢，是提示到在6这一天呢，其实就可以去参与了。当然后面呢，因为6后面也会有7、8、9，我们知道8和9都会出现高点的，所以呢 AMD 近期的话，其实是在第9天出现的一个高点。当然如果说现在我们从这个资金控盘图来看的话呢，它现在还算是一个 AI 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一只股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做空的啊。我们看到它这个资金呢有小小的一个这个变短，但是在这个过程，如果说没有空头资金的一个流入的话，也就是这个绿色的柱子没有空头资金流入的话，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呢，还算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并且现在因为英伟达的一个强势的话，其实 AMD 它没有说回调太多的一个这个需求，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应该还算是一个用低吸来去参与的。那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的一个配合呢，到目前为止，它现在还算是一个超买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连这个资金流出的一个动向，包括这个三彩童子的一个出现呢，就还没有。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有 AMD 的朋友们呢，你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以刚刚我说的这个141的这个位置去做防守就可以了。但是从筹码来看的话，其实呢，机构的一个筹码，包括这里新来的这些短线的一个资金的话，到目前为止呢，他们的一个盈利也就只在10块钱左右，应该还不到10%。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其实 AMD 的话，如果你是做短期差价的话，那它跌破之后出来呢，你在这个低位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再去跟进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 Lucy 认为近期呢还在低位的一些股票。那么这个是对 AMD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走势图。MSTR 的话呢，近期它是在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过程中运行。那么它的低点呢，其实之前呢 Lucy 有给大家测算过啊，就是它的61.8%的一个位置呢，其实算是一个支撑。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知道 MSTR 的话，它是跟比特币的一个走势有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比特币的话，它现在也来到了一个这个箱体的一个上沿。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五呢 Lucy 有写到说393的一个关键位置，如果说被站稳的话，其实 MSTR 的话它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很遗憾啊，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么本周的话就要去关注啊它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筹码峰呢，其实比较聚集于这个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Lucy 呢还是对它保持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在上周的一个行情播报里面这边有提到 MSTR 的一个走势，我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在上周4的时候，我就已经提示过了，它是出现了这个止跌的一个情况呢，多头现在是一个强势。那么筹码峰聚集这个位置，刚刚已经给大家画出来了。所以呢，我当时给到的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价格呢是393，同时也会给到一个期权的一个策略。我之前在我们的一个超级露露粉的一个视频里面有给大家讲过就是可以用这个 long straddle 的一个策略去赌一个方向。周五的时候依然是维持我的一个观点不变。那么我们看到了，其实呢，周4的时候股价已经出现了一个结果，就是它冲高到390之后回落，它去试探了一下这个压力位。所以说我们看到周五的一个走势呢就比较关键，这里提到了，所以说应该是会选方向。那我们还是维持了一个 long straddle 方向的一个策略，维持不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它有价格呢，我们会看到它有去试探过393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现在还没有站稳。那本周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去选
选择方向。那无论如何啊，我们给到的一个策略呢是，不管是它是上涨的话，我们也会赚钱；那如果说它会回调的话，那我们也一样赚钱的一个策略。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标呢，来去给大家去看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其实MSTR 的话，空头的一个资金呢并没有入场。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多头资金呢，它现在呢也没有推升它的一个上涨。但如果说我们看到，如果说这个多头资金它只要加一点这个柱体上来的话，那就会助推它去过掉压力位。那之前呢 Lucy 有给大家讲过这个筹码峰的一个这个判断，所以说上行的话，其实呢这一段的一个筹码的话，就目前为止对它股价拉升来说的话，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制。所以说 MSTR 的话，在这个关键的一个位置的话，我们只要用对了我们的一个策略就可以了。那如果想跟踪 MSTR 走势的朋友们呢，这边 Lucy 也给到大家的一份福利。讲到这里呢，咱们的订阅粉丝朋友们注意了啊！想跟紧我每天最新的一个动态呢 ，Lucy 的盘前广播呢会给到咱们新粉丝朋友7天的一个体验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啊，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啊，订阅通道就在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快去找助教老师领取。那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你听好了啊，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分析实战的一个交易方法呢，第一步赶紧点订阅。那作为界面里呢，新朋友可以立即解锁整整1周的一个财生会员的课程体验资格。如果说跟上听课打卡的小伙伴，咱们的行情播报体验的时间就会给大家增加7天。那毕竟会员的课程里面呢是藏着股票的一些低吸机会的，甚至有可能听到啊 Lucy 讲解期权的一些操作方法。上周的一个课程呢里面就讲到了咱们财生问到的啊 HIMS 的一个走势，我们有去抄底这一只股票的朋友呢，那到现在为止啊，我看上个星期五呢是涨了6%，而且我们期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也会给到啊这个翻倍的一个机会。那另外呢，本周啊，说你还想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的朋友，那么本周的话呢 ，Lucy 团队的老师呢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就是做赚钱的一个股票。那么当下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纳指创新高之后，还有哪些股票呢是可以存在低吸的机会的？那么从7月1号香港时间上午10点开始，到7月4号呢，连续4天的一个这个课程，会给大家详详细细的讲到一轮股票的一个操作，从低吸到这个高抛到选股是如何完成的。那么有想进一步学习的朋友啊，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置顶链接里面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那么给他发送一个口令，这个口令呢是赚钱2个字。所以说咱们想要赚钱的小伙伴啊，你赶紧去领取这样的一个福利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一个这个稳定币的龙头 Circle， 它最高点呢是来到了298块9毛9的一个位置呢，就出现了一个回调，而且上个星期五啊，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啊，这一天的一个股价呢，它出现了反抽啊。当时有财生朋友问过 Lucy 这里能不能抄底，那 Lucy 很坚决的说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视频呢有给大家测算过，那从高点298块9毛9到低点的一个64的一个位置呢，我们是取点。这样的话，我们放大一点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啊现在回调的一个位置，刚好来到了50%的一个位置，也就是181块4毛4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它能否形成支撑的话，现在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的一个这个位置呢，远没有到我们的看好的一个黄金位置，也就是61.8%这个地方。那它的价格呢是153块7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还有啊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它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是这一根黄 K 的开盘价。如果说能掉到啊这样的一个区间里的话，那我想 Circle 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呢，有可能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这一根 K 线而言呢，它的一个这个来往的一个资金呢就比较多。这个白色的呢，就是刚刚啊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当然这个资金呢，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区分它到底是机构还是散户的一个这个资金。但是我们可以从股价上来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是空方资金的一个这个胜利的一个表象，
也就是说这个绿柱呢，它现在呢已经把多方的资金呢压到最低了。所以说如果想出现反弹的话，它必须要配合它的股价，也就是刚刚 Lucy 说的，它如果说能掉到153.7块这个区间的话，它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反弹。想要做这个 Circle 抄底的朋友呢，那你可能本周就要注意了，它能否在这个地方去企稳。如果说筹码呢能在这一带出现一个这个变大的话，那我想就是它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所以说 Circle 的话，我倾向于要等到61.8这个位置呢去参与，那这个就是 Circle 的一个直线的一个机会。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我们上周去分析的一只股票，那就是 MSCI 这个股票呢是我们内部财生呢问到 Lucy 的股票，但是 Lucy 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呢，有想给大家去讲一下。现在MSCI 呢它是出现了3连阳的一个拉升之后呢出现回踩，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它的一个箱体震荡呢，其实筹码都集中在这个位置，所以说上个星期4和5的话，它就出现了一个突破并回踩的一个动作。那么 MSCI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一个共振点呢，就是45.5块4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支撑呢，也就是这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可以记好45.5块4这个地方它突破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空头资金呢并没有出现，而且呢多方的资金呢也在短期出现了一个推动。所以说这个45.5块4没有被跌破之后呢，如果说它能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阳线的话，那我们就说短期呢 MSCI 的话它是有机会的。而且我们要关注呢，就是这一个红色的柱子它有没有放大。如果说它能进一步的阶梯向上的这样放大的话，在目前纳指的一个这个新高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它是有机会再继续上行的。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涨的一个机会。那么就短期而言的话，现在我们的一个这个龙头引力呢就还没有出现超买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要配合3个指标去看的话，它还是有一个上行的一个动能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呢，就目前而言，它的一个这个均线也是出现了一个发散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只要看好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也就是45.5块4的一个价格的话，如果没有被跌破，有想做短线的朋友呢，它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是 SMCI。这张图表呢是亚马逊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亚马逊在上个星期5的话，它是突破了箱体震荡，而且呢回踩之后不破呢，出现了一个这个黄色的 K 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能看到它其实呢均线是一个这个多头发散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启动的一个位置呢是我们的一个这个170日均线的一个牛熊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呢是非常这个雄厚的一个涌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是随着股价的一个拉升呢，它会变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它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超买的一个区间的话，那它的股价还是会继续上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它的一个位置现在呢已然是突破了一个这个平台位。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之前呢叫压力位，它突破之后就叫支撑位。就在目前的一个股价来说的话，那整体的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它还突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Lucy 给大家画一下，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颈线位。我们看到之前呢它有在这一轮的一个拉升过程中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 M 型，那 M 型的一个低点呢就是217.7块7毛6这个位置。那我们看到近期的话是踩着这样的一个颈线位出现了一个突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股价要看3天，它不会跌破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它还算是一个短期参与的一个位置。当然它买入的一个价位呢，其实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5日均线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说跟这一条线重合的话呢，也就是说217的一个位置的话，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买入点。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资金的话，现在呢还算是一个这个比较温和放大的一个过程。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